这个赛季的话，现在的比赛都是感觉强度比较兵哥骗人的，哎呀，兵哥骗我们干嘛？给你掐呢。大家好，欢迎来到 S16版本生态解读，久等了，皆さん。本期呢，我将会从整个 S16的底层逻辑出发，分为3层来拆解整个版本。各位是打海克斯大乱斗的朋友或者云玩家朋友，大可放心，本期呢不会聚焦在太具体的数值细节上，而是我们从最底层的设计逻辑出发。因为在我看来，数值甚至机制都会随着版本推进被设计师基于版本生态进行调整，但唯一改变不了的就是设计师每次在新版本构筑时的底层逻辑。设计师就算知道厄塔汉它是个错误设计，他也得等到明年版本再大调。如果讲版本强势的英雄装备打法这种是题库，那么版本底层逻辑形成的生态就是提纲。所以本期我们就从提纲出发，从为什么到是什么再到怎么做3个层面全面解析。当然，因为我们的频道是以赛事为核心的频道，所以我们的分析逻辑和出发点也是聚焦在赛事生态上，和路人局还是差别很大的。这一点呢，我要提醒说明。那么我们先从第一层问题，那就是设计师为什么要这么改。 S16 的版本改动是近些年最大的一次了，任务系统的加入重塑了整个游戏的架构逻辑。倒不是说神话版本离去厄塔汉这些对版本塑造影响不大，而是任务系统的加入代表着设计师对游戏生态的影响从过去的软影响变成如今的强干预。就过去设计师他觉得某种环境不健康，或者说太无聊，他其实只能通过数值去修正。但随着去年的换线问题，他们直接强写规则，却依旧无法根除后，设计师认识到了假装体面真没必要，选手和玩家太有脑子了。那我承认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不如直接强行干预。任务系统为此而生。我不想和大伙讨论设计师强行教玩家玩游戏到底对不对，但我们频道毕竟是赛事频道，我们站在赛事观赏性和选手的生态视角来说，换线为什么糟糕，被那么多选手吐槽，核心就在于换线让选手的临场价值被极大的压缩。举个例子，我下路是大河，上路呢是军事对局，我上路好不容易靠着微操一波拿到了对线优势，结果下路说我打不过，我是大河，我要发育，于是下路就换了上来。我们会发现下路打不过的代价是由上单支付的，而这就是换线版本的常态。低成本的规避对线风险让野辅成为了比赛的主导。从竞技角度，这当然更考验队伍的整体运营，但我们站在选手视角，由于价值排序它是在 BP 结束后已经基于英雄价值定死了，那选手的挫败感就会非常强。毕竟你上单3玩的再好，你也得给下路的轮子妈让路，这很合理。但大伙又要明白，如今版本它有神话时代的遗毒，神话装的出现导致了装备数值的溢出，生态它是强势装备筛选英雄，所以就有了后面设计师经典砍废 RNG 的那一刀，全英雄耐久度的增加，面多了加水嘛。但问题是神话版本又无法解决装备优先于英雄的这个问题，于是设计师彻底删除了神话装，装备数量减少的同时数值还低了很多，生态就变成了水多面少，大伙都很肉，很多 C 位即便装备成型，你会发现如果团队整体劣势只靠发育不错的 C 位，你输出也不太够。所以 S14 的时候版本比的是短板谁更少，只要你某个点被打废就会彻底掉线，而换线的价值也在于此。那一直到了 S14 的决赛，换线处理和前中期的团战结果都是比赛走势的核心点，但去年厄塔汉的加入让整个 S15 的团队比重更加夸张了。S14 起码你2个超充打完，还有个14到25分钟的平稳期，单人线还能打钱，队伍还能养个大哥来指望一下。但厄塔汉这个东西一出，整个生态逻辑就注定了会从头打到尾，团队要做的事情更多了，而属于个人打钱的时间就会更少。所以在 S15 的整个版本框架下，你会发现没有太多力挽狂澜的大哥，在团队劣势下，个人的发挥再好，你也无法弥补装备数值不够的问题。S15 世界赛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每个位置它是一个接力赛，你没法靠个人去逆转团队的劣势。在复盘时，我们也常常能够发现，少了某个环节，其实就没有后续了。可以说 S15 是之前各个版本合力导致的结果。我不评价观赏性这种比较主观的体验，但当版本太团队时，一定会导致个人英雄主义的缺失。就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说不 C 比如 Owner 决赛上梦魇连续的抢龙确实非常关键，但他在观赏性上不够 crazy。就他不是说我做了某件事儿，我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满足，而是我帮助了团队，团队赚了。相比于我单杀了对面完成了突破，后期发育起来1打5，那后者一定是更能刺激观众的。但后者在 S15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你既没有打钱空间，打钱发育起来你也没有足够的数值。过去几个版本积累下来，无论是英雄装备系统还是版本节奏，都在指向太团队这3个字。
在这个框架，设计师意识到别人是伟大无需多言，只有他这块是伟大不掉。他如果硬要堆数值，让大伙看到个人英雄主义，看1打5，那就只能看到 AD 中路无脑刷钱，然后一个人接管比赛这种让人很无语的游戏节奏。好在英雄联盟设计师别的不说，起码心还是有的，承认了厄塔汉是一个糟糕的设计，删掉以后解绑了团队节奏，然后2026年任务系统加入，让我不由得感叹啊，风暴真的要火了。哈耶克的大手子下场，意味着设计师能够更好的通过任务系统的绑定去调整游戏的节奏。设计师希望的方向是怎么样？那直接通过任务系统调就完事儿了。当然，确实会有他妈的设计师又开始像教人玩游戏的这种反感，但我觉得设计师不装了，强行调控，对于当下的职业赛场来说，绝对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2年的比赛真的太难造星了。简单讲，近些年的名场面实在太少，哪怕是 S14决赛的 Faker， 他的名场面更偏向于滚节奏的选择，而非他早期 S3那种我一个人飞起来直接屠戮全场。就同样是个人英雄主义，队友劣势下靠着 C 位大哥1打5翻盘，与我抓了一波机会，帮助队伍完成逆袭。前者他从宣传角度是更容易传播的，所以我们看设计师在 S16的版本设置，我们就能明白，设计师的目标就是接棒，就像海克斯大乱斗的平衡一样，既然很难让每个英雄都平衡，那不如所有人都不平衡了。所以第2层我们来聊聊设计师具体是怎么做的。先给最近没怎么打过峡谷的大伙介绍一下什么是任务系统。说复杂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个位置对应的补刀、防御塔、人头击杀，它会有额外的积分，而积分任务完成能获得不一样的奖励，和打野的宠物蛋是一个底层逻辑。所以 ADC 和辅助前3级是不能去补非下路的兵线，不然任务系统会慢，上单也是如此。当然，你要让打 ADC 的人一开始直接选上路任务可不可以呢？理论上可以啊，但现在比赛直接会要求选手固定选位，你要提前交报名表，所以出门就换线在各大赛区已经销声匿迹了。虽然也依旧有中途突然换线一波恶心一下上单，但确实它不会作为一个常规运营手段来用。上路选手再也不用担心对线打得太好，所以被奖励一个下路越塔。也难怪兵哥说出，我觉得今年这个版本就是英雄联盟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版本吧。能被兵哥 Dasky 的，毫无疑问是给予了上路玩家充足对线空间的版本。实际上啊，英雄联盟已经脱离对线版本很久了。很简单啊，中立资源越重要，留给单人打钱的时间就越少，而获得的经济越少 ，carry 的空间就越少。而英雄联盟自从进入到龙魂版本后，属于对线的时间都被大大压缩了，大伙的重心都是洗线，然后去爆资源团或者抓机会。对线期越长，发育的周期就会越久，才越容易养出大哥。在冰成名的 S10龙魂版本刚上的时候啊，那届苏宁的惯用打法就是直接放前3条龙，然后全力给单人线吃足经济，最后在龙魂团靠着足够的团战发育逆转。当然这里额外说一下，延长对线时间和版本偏打线其实是2回事儿。打线版本的目标它是获取线权，然后拿资源，而现在我们聊的是设计师希望大伙对位的对线时间更长。那么怎么让3条路沉迷对线呢？前面说了嘛，大伙被迫抱团是因为地图资源重要，我亏一波线换1条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但地图资源已经调整无数次了，都是治标不治本，怎么办呢？改线上。我们前面聊了，目前的装备系统是缺乏数值的，而英雄因为耐久度更肉，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整体输出都偏低。那现在设计师想法就很简单，发钱，让整个地图有更多额外的经济。首先防御塔现在不只有最外围的有镀层，2塔高地塔都有，设计师把塔前这种拆掉才能获得的经济直接变为镀层，让你提款更快。不仅如此，还搭配了一个新的机制，精化增生。这个机制相当于防御塔9不被摸，就自带简化爆破，带线进塔就是收米，同时1血的额外经济回来了。从这里设计师的目标就很清晰了，你当然可以选择为了团队去打团，但如果对手选择单带，那么他将获得非常多的奖励。那我知道有朋友他会想，那单人线不是只有上路啊，像歼几那样把单人线的空隙喂给超宇不是无敌？那这就得说到上单的任务系统了。上路将上单的等级上限开放到20级，同时完成任务后会立马获得600点的经验奖励。更重要的是，获取经验的速率会得到100%提升，也就是说，同样的兵线它上路吃性价比就是比中路高。可以说单带的博弈它就只能交给上路了，这是拳头钦定的。这或许是近10年上单在单带端最有影响力的一次。上路是一个非常吃等级的地方，因为大部分上路英雄都不是高加成，所以在装备数值比较匮乏的当下，给上路更多的经验，更多的镀层经济，就是为了让个人英雄主义在上单里绽放。所以这个版本的上路天然会诞生怪物，只是这个怪物有多大就得看对位。这时我知道会有观众疑惑，这不就是逼着打野绑定上半区吗？实则不然哦。
虽然设计师对于野区改动不大，毕竟打野弹系统就是任务系统，但他们还是希望降低打野对线上干扰的。而他们的解决手法很简单，让你刷野慢一点就行。实际上这个版本的打野困境和去年差不多，就是如果你又要控资源又要抓人，你的发育就很容易跟不上，那就只能当狗 C 不了。一旦被反野，刷野节奏落后就直接跌落到和辅助一样等级了。所以打野它依旧是要刷的，只是区别于去年的是啊，去年投资线上没有太多意义，而现在投资它有意义了，那就看你打野自己抉择，要不要牺牲自己去帮上路呢？上路在这个版本的投资回报率有多高呢？我们拿一个简单的对比啊，在 S15 T1 打 KT 决赛的第4场里，双方上单在15分钟仅仅才到10级，而一次不死的铁男要到15秒以后才勉强升到11级。而最近 LCK 杯同样的 T1 打 KT， 2场比赛15分钟，双方的上路等级都来到了12级，2级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版本上路越早完成任务，那么赤兵得到的经验增益就越早，那么成型越快，优势就越快。在京东和 BLG 的连续交锋中，有这么一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小徐的朗姆在前期通过队友 gank 加小规模团战拿到了巨大的优势，率先完成了任务。那冰一直被压2级左右，那是完全能理解的。而冰也是直接选择不参团了。我们看15分半这波正面团，一个13级的朗姆面对的是 BLG 11级的中单，10级的 AD， 2个8级的野辅。这个画面真就是这个版本的专属。就过去啊，你上单肥是对位领先对面上路很多，但它不会形成对全部位置的等级压制。过去的版本这种画面应该是朗姆12级，冰10级，这才是正常的。所以单人线崛起是必然的。设计师希望上路的对抗更有价值，而这个价值不仅仅是领先对位上单，而是领先所有位置。上单这个版本做盾可以，但不能无脑帮队友，你还得看紧对位。而只要个人能力足够，上单完全可以成为队伍突破的尖刀。吃了资源呢，确实它有无限的可能啊。而中路虽然也是单人线，但我们从设计师的任务系统可以看到，中路并没有上路那么夸张的任务奖励，只是把去年先机带来的3级鞋变成了中单专属。比较好的点是，这个3级鞋不需要额外的经济去升级，只要完成任务有2级鞋就给了。从奖励来看并不差，只是比起 AD 和上路的任务奖励，中路的奖励非常克制。这很好理解，中路这个位置的雪球能力与辐射能力太变态了，所以设计师更多的是给中路更大的选择权与自由度。有了3级鞋后，中路每5分钟都可以获得1次强化回城，而这个回城是能通过击杀减 CD 的。而这个改动我们结合兵线的提速加盐卫士的普及来看，在新版本呢，兵线会比往年每30秒一波出现的更快一些。这个调整对于游戏底层的节奏影响非常大，兵线的频率越快，就必然会让进攻的效率得到提升，这其实是变相的压制游走，毕竟谁都讨厌上路仔义不义男人打仗，你来干嘛呀？而设计师又极大的加强了家园卫士，这里大伙要注意啊，在14分钟以后，家园卫士会一直跟着兵线走，这对于边线是非常大的利好，因为能够更早的吃到经济，更早的做下一轮进攻。目标本身是为了增加单带的优势，但对于中单来讲，新获得的快速回城 buff 会让中路获得所有位置里最大的转线自由度，比小乔4秒的回城提前。如果你搭配上家园卫士，完全可以做到快推边路以后光速转线支援。所以第一赛段 MVP LPL 拿的最多的是谁？是左手，目前拿了7次断档领先其他位置。其实这段时间左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满状态，打很多对手在对线端，其实左手他有点吃力。但为何左手能拿那么多次 MVP？ 就是因为他在 BLG 和冰的那一套双边优势打法完美契合版本。这套中期提速的打法 BLG 他从24年开始就用了，就是冰和左手疯狂的打对位压制，两个在边线都做推进，然后利用线优直接 TP 在另外一个半区去做进攻。而现在的家园卫士与回城升级，让 BLG 只要能够拿到2个单人线的优势，哪怕他们没有 TP， 他也能通过快速的转线在边路撕开口。要知道在登峰组里，左手的参团率是远高于第2名小虎的，甚至高了10个点，所以左手能拿那么多次 MVP 和他的优势去打法契合版本是有很大关联的。当然这个版本由于上路会养怪物，所以劣势方如果强行这样去打边线也蛮容易出问题的。我知道大伙也蛮奇怪的，那我干脆中野前期直接住在上路，强行养一个上路爹行不行呢？中期再发力变数太多了嘛，可不可以就玩雪人中单那类打法？前期快速推线，我就去边路恶心一下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设计师的小心机了，在点数上进入中路附近时，每5秒可以获得加8点的点数。一般来说，一波炮车线游走的总时间成本大约是1分钟来回，一波游走你起码得掉接近100点，而参与击杀它只有25点，也就是说前期游走哪怕帮到了队友，自己的
任务都会慢很多。这个抉择成本就是设计师出的题目了。你当然可以这么做啊，但你的对位会比过去更舒服。设计师希望3个 C 待好自己的线上，少串门，而调控用这个任务点数确实也很方便。而中路任务是3C 任务里唯一一个按伤害来获得点数，可以说设计师甚至鼓励对抗，鼓励单杀，鼓励你压血，所以你想完全逃避对线，在这个版本很难做到。设计师并不反对游走，只是希望中路不要过度影响其他路，变成边线的舔狗，尤其是在前期的对线期。我个人对中路的感觉就是 S16 可能会成为历史上对中路最多要求、中单最忙的版本。你要兼顾游走、对线和团战发挥才够。过去那种你只靠某个长板就足够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就如果中路综合水准不够，短板会非常容易暴露。因为边带的生态位，设计师已经通过任务系统交给上单了，而团战端中路你同样要面临团战大哥 ADC 的冲击，所以中路能做的事情很多，但又没有其他路的 C 位那样被设计师定义好，那自然就很看选手的综合能力了。其实中野往往会放在一起聊，但今年的野区其实和去年没有太多区别。虽然英雄选择上换了一茬，但打法逻辑并没有太多改变。功能性的可以考虑帮线上，而战士能 C 的则继续以刷为主。打野和中路其实地位上都属于能 C， 算是持平去年的地位。但前面说了嘛，上路这个版本它能出怪物，那为什么不无脑投资上路呢？问题就在于下路它也会养怪物。ADC 的任务系统也是变态，上路给的是经验，而 ADC 给的是钱。完成任务先发300，之后每次补刀和击杀都会获得额外的经济。在这个镀层遍地走、通货有点膨胀的时代，设计师给予了 ADC 这个位置可以说最大的团战发挥空间。首先，暴击伤害回逃到200%，这意味着哪怕没有无尽，出暴击伤害都会很可观。同时，设计师还将 ADC 的第7件装备从勇气变成了10打10的装备格，鞋子将不再单独作为一个大件出现在 ADC 格子里。这个改变是很好的，能解决 ADC， 尤其是那种无畏大核在职业赛场上痛点。为什么？因为正常大核 AD 啊，他走暴击流的话，4件套加鞋子以后就只会有一个格子来作为防装了，而这个时候水银、春哥和银雪剑就完全不可兼得。我们当然理解这些设计师不希望 ADC 太过于一枝独秀的想法，但确实在配合更严谨的职业赛场上 ，ADC 它的上限被极大的限制了。在撸啊撸早期的版本 ，ADC 发育起来，它真的可以1打5，4保1是真的有价值。但现在的版本4保1大核到最后，可能 ADC 吃点 AOE， 它就没有输出空间了。尤其是出春哥就没法出银血或者破败的情况下，真的上限太低了。去年的多米尼克甚至都没有拒杀，你说气人不？所以既然上路有可能出怪物，设计师表示，那我下路也得给你做怪物。7件套的价值啊，不仅仅是上限，而是容错。ADC 的格子其实很珍贵，尤其是3、4件套以后，虽然你装备成型了，但很容易卡格子。你比赛上还要买针眼呢，越后期反而 ADC 越尴尬，手里经常1、2千块变不成战斗力。尤其是憋那种大件，比如最后一件春哥，此时 ADC 它不可能出钢铁印章的，一定是只憋暴风大件，不然不如买针眼。而 AD 啊，一点防御没有的情况下，很容易吃点 AOE 就变成废人，就大核的性价比太低了。你除非是神话版本，它有狂风这种能拉操作上限的时代，否则大部分 ADC 其实都是偏笨重的。而现在这个问题完全不用担心，那这就是格子的价值。可以说，设计师对于 ADC 的设计很清晰，后期兜底的大哥，无论是上限还是容错，我都给你解封了。如果我们把中野作为一个投资人，那么假如对方选择投资上路大哥，想要靠上路突破养一个怪物，那你可以选择避开锋芒，我投资下路，靠下路的经济提速来变成养下路的 AD 怪物，用大哥来打大哥。当然，为了避免游戏走势无脑向下路倾斜，设计师也让小龙变得更肉了，同时拿龙魂的难度也更大。虽然厄塔汉删除，男爵回到了20分钟刷新，但男爵也更肉，输出更高，比往日更难打了，而且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在减少。这一切它都是在减少团队的收益。设计师希望大伙更自私，设计师现在非常希望看到1打5的怪物。我虽然没有统计，但我自己体感来说，今年第一赛段属于 AD 位的5杀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多，因为装备起来的 ADC 就是太能 C 了。而当 ADC足够肥的时期，我认为反而更考验野辅这种经典前排位的理解，因为他们两个容错太低了。上路他有等级，中路本身就是个 C， 而野辅等级又不高，经济也不好，任务体系也是最简洁的。那他们作为 ADC 环境的缔造者，一旦发挥不好，思想出问题，反而还会影响自家 AD 大哥的输出空间。我们看数据也能够看到啊 ，LPL 前排开团硬辅里，牛头洛包括锤石这类有一定自保空间的辅助胜率都很可观，而泰坦、日女、瑞尔这3个近
去就完全出不来的辅助，胜率惨淡的要命，没办法，输出太猛烈了，你又要挨上路大哥揍，又要被下路 AD 点，你就很痛苦。但目前辅助生态那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几乎什么类型的辅助都有登场的机会，除了我晴和我光，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Keria 玩出了冰女辅助。可以说这个版本我觉得反而不那么吃辅助的基本功，反而更吃灵性与判断。一个好的选择，好的阵容阅读，往往比操作对于局势影响更大。毕竟说坦度这些辅助在这个时代能提供的太少了。我们聊了第一层设计师为什么要整，和第二层设计师具体是怎么整，最后我们来聊聊第三层设计师到底希望的是怎么样，同时要怎么样去思考。从具体的任务系统可以看出，设计师要调整哪个位置是非常容易的。觉得上路影响太大 ，OK， 经验收入从 12.5 降低到10，从 7.5 降到5，反正总能调嘛。下路也是如此，但底层逻辑很清晰，要自私，不要团队，要大哥，不要均衡。奔着海克斯大乱斗那种大哥流去的，就是我不追求所有人都平衡，地位都一样，而是把每个位置的特色去强化，用变态怪物来制衡变态怪物。所以 S16 我的思考是解放队伍个性。如果你家下路特别猛，那就围绕下路 BP， 上路就抗压，就打前期控龙，一样能拖到大后期。而如果上路很猛，我可以围绕上路去做突破，反正20级的上限加无限对位针对，完全可以在 ADC 没有成型前带穿一路。包括野辅特别强 ，OK， 这个版本男爵20分钟也能刷了。你前期控龙靠着中期强势，在对手大哥成型前杀死比赛也不是不行，利用中路的游走影响力嘛，每个打法上限都是有的。在风格化下，其实不同的地方已经开始有选择差异。LCK 那边认识到这是一个对线期很久的版本，所以他们现在软辅激增啊，什么飞机娜美、艾希、萨勒芬妮、卡列都有不停的尝试。而 LPL 这边因为更喜欢滚节奏，所以硬辅、游走辅更加的流行。我想这也是设计师希望的，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数值，让明星选手和普通选手的差距拉得更开，而不是通过锁上限来缩小差距。现在其实不存在怎么打都输不了的局，因为上下在获取经济和经验上实在太快了，所以目前版本不会出现团战怎么伤害都不够的情况，反而你得斟酌会不会给机会，而输出的爆发又不会像之前神话版本那样大火卷前期，比谁更快的拥有神话装。现在啊，它是比后期，比大哥的稳定性队友创造的舞台。而延长对线期这个框架，我认为设计师已经定得非常死了，这就是设计师所希望的，不要逆着他来。而接下来呢，是队伍要确立自己的大哥，明确我到底要养谁，我队伍的主攻方向是什么。理论上当然是上下都能 C， 中野也有节奏，但在版本早期，我觉得你先确立一个方向去练，然后再慢慢增加队伍的储备。理论上这个版本如果上下都出现，那 BP 就是完蛋的，毕竟设计师已经钦定了。首先它是双边养怪物的版本，你不可能把空间都给对手吧？注意投资的是 ADC 大哥还是上路大哥，你就看队伍的选择。而 LPL 队伍现在要做的，我觉得就是先确认谁能担得起真大哥。那后续我会随着赛场进度和大火不断的在更新理解，但目前来说整个版本的大框架就是如此了。那我是袁某人，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也欢迎大伙在评论区发表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